燃气公司不会告诉你的几个小秘密，会让我们的燃气表跑得比较慢，一年可以省下不少的钱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很多家庭都发现了燃气费涨了不少，真的是让人头疼呀。其实燃气费高的时候，也是因为我们使用不当，缺乏了一些节能的小技巧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几招，可以更快的、更好的帮你轻松省下那些没必要的开支的。别担心，我们跟着视频接下来往下看吧。第一，也是比较重要的，我们买好的燃气灶。很多人为了贪图便宜，购买便宜的燃气灶。俗话说得好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的。虽然目前看来是省钱了，但是便宜的燃气灶技术不够成熟，质量没有那么好，燃烧的时候转换率并不高的。那么这样不能够节省燃气，反而会使用更多的燃气，会让自己花不少的钱。而好一点的燃气效率是比较高的，使用也比较好。虽然前期花的钱多一点，但是后续可以省下燃气费，也可以省下修理燃气灶的钱的。第二点，调整火焰的颜色。如果家里面用过煤气灶、燃气灶的都知道，燃气灶打出来的火焰都是呈蓝色的。如果你家里面的燃气烧出来的是红色、黄色的火焰，是因为火焰烧得不够充足，这样就会浪费很多的燃气。这种火焰温度比较高，可能会导致家里的炊具被烧坏。为了节省燃气，也为了不损坏家中的炊具，要及时的清理灶头上以及的条门、风门。有时候因为灶头的眼被堵住，导致了燃气燃烧不充分。有时因为风门没有调好导致的。假如是对电器比较懂的朋友们，可以自己试一试，能不能把火焰调回来。如果不会调的话，最好要师傅上门调。很多朋友们都没有发现吗？其实燃气灶上面有个小机关的。一般燃气灶有两边的火力也有所不同，一边的火力比较猛，一边的火力比较小。比较猛的地方呢，适合炒菜爆炒，炒菜很香。一边比较稳的地方呢，温火，这样是可以煲粥的。这样利用搭配起来也不会浪费时间，可以节省下煤气。那么合理的调节火力，不要让燃气灶大火炒菜，小火炖汤的。厨房里面的火候不仅是考验一个人的厨艺，更是考验他的省力省事。厨房里面的火候不仅是考验一个人的厨艺，更是考验他的省钱省力。掌握不好，不仅饭菜难吃，燃气灶也会损坏，也会飙升燃气费。那么炒菜煮汤大火有讲究，很多人炒菜的时候一直喜欢小火，不知道这样容易把菜炒糊，会浪费很多的燃气。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先大火把菜炒一炒，然后再转小火炒，这样能够更好的锁住食物的鲜美，可以节省燃气。在小火慢炖，汤味更浓郁。根据需要调节的火力，节能美味。你知道吗？燃气灶的左右火力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总是用同样的火力炒菜炖汤，可能太浪费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我们的火候，适合什么火候就用什么火候去做饭。小火慢炖大火爆炒的区别一定要区分开。小火适合长时间的加热，比如炖汤、煲粥，可以让食物慢慢的吸收热量，食物变得更加的软烂。而大火则适合长时间的热量需求，炒菜、煎鱼能够锁住食物的水分和营养，口感更佳的。烹饪看似简单，但是需要掌握好火候，这样能够烹饪顺序技巧，可以做出美味佳肴。锅底也是有点事情的，生活里面容易被忽视的浪费，往往藏在我们以为常的细节中。用完的锅具随手放到灶台上面，
锅底还有水珠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要小看了水珠，正在悄悄地染耗你的燃气费。锅底残留的水分会吸收大量的热能，这些本该用来加热食材的热量，全都浪费在蒸发水分的上面。那么烹饪时间不知不觉地被拉长了，燃气费自然就会水涨船高。尤其糟糕的是，锅底的水遇到膨胀，容易在燃气灶上面留下水渍。这些水渍日积月累，不仅能够影响燃气灶的美观，还会加速燃气灶的老化。长期下来，锅具底部容易发生变形、生锈，清洗起来比较费劲。我们需要养成把锅洗干净，再用抹布擦干。这种习惯看似麻烦，但是呢，可以为我们省下很多的燃气费，而且可以使我们的锅具焕然一新，用得更加的长久，更耐用的。每次炒完菜之后，要把这个天然气给关一下。记得以前有人用液化气的时候，那些气罐阀门都不关，只是把灶台上的开关给关掉。这样呢，其实不安全的，液化气也会浪费掉。冬天燃气灶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不关总阀门比较危险，一旦这个阀门寿命时间到了，就会漏气，漏气是更加的危险。我做饭的时候有个习惯，每次做完饭之后，记得把阀门关上，为了杜绝一些不安全的事情发生。毕竟呢，燃气灶也需要保养，燃气灶和热水器像我们身体的一样，定期保养，否则不仅是影响工作效率，还会慢慢的提高我们的燃气费。像生活里面需要定期洗澡是一个道理的，燃气灶具也需要洗澡。使用一段时间，燃气灶、热水器上面会有积累的油垢、水垢，这些污垢不及时的清理掉，会堵塞燃气出口，影响我们的烧燃效率。想一想，同样的时候，气突然少了，做饭的时间就长，自然的浪费煤气。所以需要养成定期的清洁灶具的习惯，也是比较重要的，能够保证燃气灶的良好工作状态，还能够提高燃烧效率，节省了燃气费。燃气灶的使用和维护对我们每个家庭安全比较重要，记得每次使用后需要关闭阀门哟。定期的检查也要维护灶台，可以延长使用寿命。比方说每半年、1年，请专业人员上门检查，关闭阀门总阀门，关闭燃气的总阀门，预防燃气漏气。我们注意火灾的安全隐患，一定要好好的把阀门关闭住。再者就是要观察火焰颜色，及时的调节，这样能够减少资源的浪费。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个美丽的家园，可以多了解一些知识，多掌握一些节能的小技巧，在生活中多观察、多比较，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我们火眼金睛，轻松的识破很多的套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燃气灶省钱的方法给大家分享好了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可以用我的方法试一试哦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如果你有更好的省钱的方法，下方评论留言一起讨论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